听证会上我惨遭贾布斯等人背叛，出售价值10万亿的股份。米斯特陈，委员会了解到了新讯 TT 不仅全方位的窃听用户隐私，还试图尽可能长时间的让用户在线，甚至我们使用过 TT 的官方人员都认为自己被新讯给监视了。请你就此事向我们解释清楚，否则委员会将直接执行对你的处罚。之前的罪名一直是垄断，怎么现在又扯到隐私上来了？我们精心准备的演讲稿用不上了，该死的霸国人玩这点小伎俩。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听证会，一旦金总有任何表现差的地方，都将反馈在股价上。这群人为了打压咱们，还真是不择手段啊！这就是所谓的大国，怎么一点风范也没有？老马，您要是留过学就知道了，霸国官方想搞你，再不要脸的招数都能用，根本不顾及一丁点面子。对于国家安全和隐私的担忧，我们对此非常重视。我先解释下关于新讯集团的几个错误的概念。首先，新讯集团是家私营公司，我们公司60%为全球机构投资者所有，20%为创始人所有，剩下的20%为全球员工所有。新讯集团霸国董事会成员一共10位，其中有7位是霸国人，并且我们在霸国本土有7万多名员工，我们的服务器在霸国，数据存储在霸国。索尼娅小姐，你们提出来的所谓的潜在的安全、隐私等顾虑，是宏观上所有 IT 公司都面临的。我不敢保证我们没有一点问题，但我敢保证的是，新讯 TT 绝对比同行业其他公司做得更好。只不过现在市场并没有一套规则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能做，什么地方做不得，而这恰恰是霸国官方需要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，不是我们企业能解决的。三金的发言让索尼娅的脸色阴沉下来。请问米斯特陈，新讯 TT 能接入家用 WiFi 吗？这叫什么问题？这个检察官是傻叉吗？还有 TP 不联网怎么用？对不起，索尼娅小姐，我可能没明白你什么意思，可以重复一遍吗？如果我手机上有 TT 应用程序，并且我的手机在我的家庭 WiFi 网上，新讯 TT 会访问这个网络吗？没道理的呀，这个老女人明明十分阴险狠辣，不可能在这种场合问这种脑残问题啊！三金瞬间识破了索尼娅的陷阱。TT 只有连接网络才能上网，那么 TT 是否可能访问家用 WiFi 网络上的其他设备呢？果然如此，这个女人步步为营。第一个肯定得说是，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很难证明你没有访问其他设备了。接下来所有的问题，三金都对答如流，整整5个小时的询问，让索尼娅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下面我们就新苑资本在霸国 IT 市场垄断的问题进行质询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没收到有关母公司要被质询的通知啊！霸国这是给咱们来了一个出其不意、先斩后奏啊！不知道金总该如何应对？要不要申请下次再开会？毕竟对方没给通知，直接质询不符合程序。没用的，你今天要敢离开这个听证会，对方就敢直接无证据定罪。三金，新苑资本在霸国本土实际控制了多家顶级 IT 公司，包括但不限于 Facebook、谷歌公司和鸭梨公司。其他公司在 IT 行业完全被这几家公司打压得无法抬头，即便是有创新的产品出来，也会被这几家公司给收购走。有这回事吗？无稽之谈。第一，这几家公司我们新苑资本虽然有投资，但并非第一大股东。霸国本土的股东加起来的总份额比新苑资本多得多。第二，霸国本土依旧有很多优秀的公司，就比如云服务，巨印在业内依旧是第一。还有社交媒体 ，Facebook 只是注册用户多，但在线活跃用户远不如 Line， 更不用提还有甲骨文、英特尔等优秀的高科技公司了。新苑资本只是一家普通公司，是世界经济和霸国经济发展浪潮下的受益者。我相信霸国本土的优秀公司早晚有一天能替换掉我们。据我所知，新苑资本明面上虽然股份拿得少，但这3家公司里的大股东大部分都是新苑系的，还有不少持股公司，背后的控制人正是新苑资本。这种绝密消息，索尼娅是怎么知道的？下面请证人出场作证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贾布斯几人依次站了起来。贾布斯先生，请问你们是否能证明我所说的数据是真实有效的？我可以作证，一直以来，我们的公司的实际控制者正是三金和他的新苑资本。只要三金一句话，我们谷歌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得无条件配合。他一个人通过层层控股的方式，控制了谷歌52%的股权，我们2个创始人加起来才不到30%。Facebook 从我创立到现在，三金已经认购了60%的股权，说是新苑资本的子公司也不为过。米斯特陈，你还有什么狡辩的？既然委员会能请到这4位证人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好，那么我宣布，新讯集团涉嫌泄露隐私罪名成立，处罚1000亿霸国币罚款；新苑资本涉嫌垄断罪名成立，即日起必须将谷歌公司、Facebook 公司和鸭梨公司的股份售卖降低到10%以下，并且不得再干预公司的管理经营。本次听证会结束。在一片哗然声中，三金结束了这一生之中最屈辱的一次听证会。我们没得选，一切都是官方的指示，我想您一定会理解的。瞧瞧你们，多向人家贾布斯学一学。事情既然已经做了，那就勇敢面对。我三金是那么没格局的人吗？三金先生，您理解就好。是啊，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。您还是我们公司的股东，欢迎经常回公司视察。不必了，只是一点分红而已，我不差那点钱。你们真要有良心的话，就把我手里所有的股权全部买回去，我一点也不想留。几人全都听得出，三金其实很生气。好，就按您说的，您手里的股份我会全部买回来，希望以后还能做朋友。以后再见，是敌非友。
几天后，到了三金售卖股权的时间节点。金总啊，你手里的股权打算卖多少钱？你们之前不是打算高价售吗？就按你们说的办呗。这个嘛，高价肯定可以是高价，但也不能太高了，毕竟这些股权不是我们非得要买的。你们都是这个意思吗？公司是属于股东们的，我们得对得起股东，不可能拿他们的钱随便乱花。我也是公司的股东，你怎么没想过要对得起我呢？你马上就不是了。不愧是假帮主，够狠。那你们报个价吧。市价的80%吧，毕竟一下子要收购你手里那么多股份，我们3家公司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流。哼，你觉得我可能答应吗？我的股份未来翻个几倍都不成问题。维克小姐答应我们会阻止你卖给其他任何企业和私人股份，所以你只能是卖给我们。贾布斯，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当商人的料。本来呢，我是想把股权卖给你们，咱们好聚好散的。不过现在你们既然想把事情做绝，那也就不能怪我为自己留后路了。进来吧。下一刻，一名外国男人走了进来，赫然正是比尔·给茨。贾布斯，给茨先生如果要买我的股份，索尼娅恐怕不会阻止吧？他是基金会的人，你难道要把股份交给竞争对手吗？商场上没有对手，只有利益。给茨先生，请问你能出多少价格购买我手中的股权？我打算出市价的3倍，购买您手里3家公司的股权。这个价格非常合适。三金，你不能这么做。金总有事好商量，千万别这么做啊！金总，你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可就毁了。价高者得，你们如果不能出比他更高的价格，我也只能卖给他喽。我出3.5倍的价格回购你手里的股份，行了吧？这样才对吗？三金先生，你承诺过要卖给我股份的。当然，交给茨先生来，自然不会让你白跑一趟。这样吧，我手里的股份占这3家公司的比例差不多都是64%，公平起见，给茨先生，我卖给您48%，剩下的则卖给其他人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双方所占的股份差不多就能持平，最后谁能控制公司，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喽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明白了三金的算计。三金这是要我们跟基金会内斗啊！早就听闻白龙王善使阳谋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啊！你想让我们内斗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你的条件我答应了。好，不过价格你也得跟他们一样是3.5倍，我不能区别对待。三金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Facebook是你一手搞出来的心血，你就甘心送给外人？难道你就不是外人吗？金总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恭喜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各位就是霸国 IT 界的新贵了。祝各位的股价节节高升。几人离开后，看着账户上的余额，公子苑惊呆了。10万亿，好多钱啊！老公还得是你呀，这种情况下还能狠狠地算计他们一次。这只是第一笔钱，接下来我要从股市里面赚他们更多的钱。